启禀庄主，展大侠到。有请。是。南侠展昭亲临仙空岛，卢某未曾远迎，还望展大侠休要见怪。詹某不请自来，失礼之处，还请庄主海涵。哈，好说好说，来，请坐。庄主请。请。詹某今天的来意，庄主想必心知肚明吧？不错，请恕詹某直言。詹某与吴蜀无仇无怨，纵有冤仇，也应该依江湖规矩，而不该惊动官府。更何况是皇宫大内，不知卢庄主对此有何说法？展大侠应该心中有数，我弟这么做就是为了御猫二字。御猫二字对詹某毫无意义，对吴蜀兄弟更无不敬之心，还请诸位明鉴。可我们五弟却不这么想。白兄可以对詹某不满，却不应该惹上官家。五弟的行事的确有些莽撞了，但我卢某兄弟五人同生一气，自当力挺。展大侠若有所责怪的话，我们兄弟共同承担。吴蜀兄弟重情重义，江湖皆知。正因如此，詹某更望此番前来能够善了，还请庄主大度赐还皇上玉佩。詹某衷心感谢。展大侠，仙空岛吴蜀无心与展大侠为敌，更无意招惹官家，只是事已至此，彼此还少不得一番较量啊。庄主此举又有何意？第五教计点到为止，这三弟四弟均已败在展大侠手中，只要能将我们五兄弟一一击败，卢某天为吴蜀之首，自可做主，将玉佩奉还。倘若败的是展某呢？五弟争的不过是一口气，届时江湖朋友自然会知晓，到时玉佩仍交展大侠带回。展大侠，你以为如何呀？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庄主要比的是这木桩刃。不错，卢某自认在轻身功夫上稍有专攻，就向展大侠请教轻功了啊。钻天鼠一身轻功独步江湖，詹某有幸得以见识，可不知道要如何比法。你我二人分居庄头，相互追逐，以先落地者为败。倘若僵持不下，岂非胜负难分？那倒容易，我们燃香为祭，一炷香之内若不分胜负，展大侠恐怕不能视为过关。詹某明白了。不过这木桩我浸淫多年，怕是对展大侠有所不公啊。无妨，詹某尽力就是。好，不愧是南侠展昭，三弟四弟，燃香。是。庄主，请。请。
詹大侠身手不错，庄主也不差。注意了！詹大侠，没有时间了，庄主请留神。战争好计策。好腿！卢庄主，承让。卢某输的是心服口服。等我，这儿，啊，还那儿，那儿也有。等我，这方圆10丈之内，我都布满了地雷。难道你真要这么做？如果我真的败在他手里，此地就是我和他的葬身之地。老夫人，请用茶。有劳你了。老夫人是包拯尊长，亲奉茶水，自是理所当然。20年来，让老身总算有了依靠。可惜我双目失明，无法亲眼目睹你的容貌，终其一生只能凭空臆测了。老夫人请宽心，老夫人失明的原因，学生已然明了，或许能找出方法，让老夫人尽快复明。哦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据学生所知，的确有类似的患者，在经过诊治调养之后得以痊愈。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，老夫人，请务必帮助老身，眼睛复明。老身还想在有生之年看看许多人、许多事，尤其是想看到那些陷害我的奸人得到应有的报应。老夫人，你的演技最忌讳的就是动气，也不宜伤心激动，还请老夫人多多保重。
以便于学生为老夫人诊治。医者之言，不能不听。老身遵命就是。学生不敢。旅途劳顿，老夫人多事休息，稍后仍要赶路啊。好，你们去忙吧，别招呼我了。是。你们4个在此，随时听候老夫人差遣。是。大人返京之后，打算如何着手？公孙先生估计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真假如何？学生以为90%是真。不错，本府也如此认为。不过，太妃娘娘所言之事，除却亲身经历之外，其他全都来自陈琳。大人对陈总管又知道多少呢？陈琳虽是皇上多年，甚至可以说，皇上在宫中是由陈琳一手带大，故而皇上尊封陈琳亚父称号。既然如此，皇上登基之后，陈琳为何没有向皇上陈述当年的往事呢？这一点本府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皇上登基不久，陈琳就告老还乡，想必他自有道理。大人，学生以为，若想查明当年往事，恐怕还得从陈琳身上着手才是。不错。太后与郭槐乃是太妃娘娘口中的奸人私党，想必不会自成罪行。回京之后，本府立刻查明那陈琳的退隐之处，也好寻他问明真相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人是关键。八王爷。大人与八王爷私交甚笃，大人何不直接请教于八王爷呢？不行，此案牵连太广，轻则朝野震惊，重则动摇国本。本府必须先以言语试探，再伺机查询。大人顾虑甚是。这些事也的确是多事之秋。大人陈州督镇铡了庞玉，白玉堂却同时夜闯进宫，盗配流书。如今大人更是在无意之间查得一桩惊天动地的陈年旧案，接下来只怕往后大人要更加劳心劳力了。既识君路，忠君之事，本府理当尽力而为。只是展护卫只身独闯陷空岛，究竟能否追回玉佩，却让本府颇为挂记呀。学生相信，展护卫绝不会有负大人所托。但愿如此。展大侠果然名不虚传，不过卢某武帝在我兄弟之中武功最高，展大侠却未必能够轻易过关呐。锦毛鼠白玉堂武功精湛，名震江湖。詹某无心与白五爷较量，若白五爷肯赐回玉佩，詹某敏感五内，
展昭，我入宫道配为的就是你。你既然来了，这场比斗就免不了。詹某与白五爷并无过节，白五爷又何必苦苦相逼呢？猫鼠乃是天敌，展大侠又何必明知故问？御猫二字是皇上所封，詹某无意对吴蜀不敬。江湖朋友却不这么认为。那好，詹某承诺，从此以后永不用御猫二字。可却堵不住江湖上悠悠之口。詹某已经退让至此，那白兄言下之意又该如何呢？你我分出高下，定出胜负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五弟，大哥，事关吴蜀名声，莫再相劝。既然如此，詹某就向白五爷讨教一番。比武切磋，点到为止。大哥，刀剑无眼，江湖中人又岂会在乎？不过，先请几位哥哥退出10丈之外，以免妨碍展大侠施展。展昭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白兄意所何指？你为何剑不出鞘？你是存心看不起我白玉堂？白兄误会了，既是切磋比试，又何须兵刃相见呢？不是切磋比试，而是为了名誉而战。如果你不肯放手一搏，休怪我毁去玉佩，让你交不了差。来得好！这下有热闹看了，我也想看看究竟谁比谁强。展昭似乎未尽全力啊，看着形势有点怪。
南侠展昭也不过如此。白五爷果然高明，展昭佩服。如今江湖上人总该知道，皇上封的御猫，毕竟还是比不上陷空岛无鼠。老五，这下可给我们兄弟扬眉吐气了。战大侠，武帝是侥幸获胜。不，武帝败。三哥，你这话怎么说？他长剑已断，若不算败，难道真要他血溅当场吗？不错，三弟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大哥，请看，这是竹剑。这，展昭，请听展昭一句肺腑之言。詹某原本无意与吴蜀为敌，更无伤人之心，故而只能以竹剑明志，还请诸位包涵。武帝，展昭，白兄，同是武林中人，江湖同道。詹某对吴蜀兄弟侠义之风，常有惺惺相惜之感，还请白兄撇去成见，赐还玉佩。武帝，大哥不必多说了。二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老五，你赢了。不，啊，我输了。不过，不是输在技不如人，而是输在气度。南侠之所以称为侠，我白玉堂今天总算见到。白玉堂输的无话可说。玉佩奉还。吴蜀势力莽撞之处，还望展大侠不要怪罪啊！吴蜀兄弟信守然诺，展某佩服。惭愧，为了这个虚名，险些断送了吴蜀的声誉。这武帝之错，也就是我五兄弟之错，还请展大侠回京转禀包大人。如果朝廷要追究刑责，吴蜀绝不会逃避，随时接受包大人的惩处。罗庄主，请放心，玉佩是由白五爷主动奉还，展某答应庄主，绝不会将他缉捕归案。怎么不见白五爷？老五虽然输了，可是面子上挂不住，想必是躲起来了。武帝啊，幸亏是认输了，否则这雷一响啊，可就糟了。在韩二哥的火药地雷阵前，恐怕展某也难以幸免。哎，不，展昭，别再提了，这事儿本来就不光彩，如果要再提的话，我也得找地方躲起来了。展大侠，难得来我陷空岛，何不在此盘桓几日再走啊？不，皇上限期追回玉佩，想必包大人此刻是心急如焚，詹某必须马上启程回京。他日有空，再登门拜谢。那好，那我们兄弟就不留展大侠了。四弟啊，在，你亲自送展大侠过湖。好，没问题。不敢有劳蒋四哥。放心，这次我不会把船拆了。告辞。告辞。请。这展昭果然是个英雄豪杰呀！哎，二哥，武帝要是没认输，
你真眼抱着地雷？这个嘛，哎，我可是告诫过你，不准用这地雷啊！啊，哎呀，我就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反正武帝也不在这儿，我埋的呀，那根本就是空地雷，它没装炸药啊！你呀你呀！几位他日有空，詹某必定登门拜访。好，如果有需要，随时知会我们兄弟，我们会立刻赶到。献公道无属，肝胆相照。詹某今天总算是见识了，蒋四哥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好一个羽毛展昭，在下心服口服。你且先行退下。是。娘娘，府衙内并无女眷，这厢房乃是为包拯嫂娘来京暂住所备，不周之处，还请娘娘见谅。无论是何处，都要比那破屋强多了。包青口中的嫂娘是何许人？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称呼？回娘娘，包拯自幼父母双亡，乃是长嫂带大，故而以嫂娘相称。这倒颇不寻常。嫂娘至于包拯，虽无生育之恩，却有养育之情，故而包拯始终以人子之礼视之。包青能视长嫂以孝，的确是难能可贵。所谓百善孝为先，无怪乎能成为朝廷支柱，社稷栋梁啊！娘娘谬赞，包拯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哀家可羡慕得很呐。娘娘请宽心，一旦全案查明，彻底平反之后，娘娘定可以与皇上重续天伦。然而在此之前，还请娘娘多加忍耐。哀家自知此案难办，所谓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也罢，哀家一切静待包青安排吧。是，包拯立刻着手。你奉旨陈州督镇返京，为何不进宫面圣交旨呢？若非奉诏，夜不入宫，乃是宫中的体制，包拯岂敢不遵？再者，惊扰圣驾总是不该。明日早朝之后再做禀奏也还不迟。他可是个好皇帝。皇上年事虽轻，却老成持重，称得上是一位仁德之臣。那就好。哀家20年前总算是和他见过一面，那时候他才7岁，不知现在长成什么模样了。皇上英武威仪，与先皇颇为神似。是吗？哀家恐怕永远也无缘亲眼见到他了。娘娘请宽心，公孙先生博学多闻，医术精湛，包拯相信他定能
令娘娘双目复明。那就寄望于他了。大人，学生翻遍医书，搜尽枯肠，总算是不辱使命。哦，公孙先生可是已有医治之法？大人，老夫人抑郁终日，以泪洗面，双目血路受阻，挚爱难通。久而久之，经脉受损，导致失明。然而状似真盲，实则却是假盲。哦，何谓假盲？老夫人的失明只是暂时，而非永久。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打通血脉，再佐以活血明筋之药，滋补调养，学生确信当能痊愈。如此甚好。就劳公孙先生明日一早就开始为娘娘诊治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大人，王丞相来访。相爷怎会在此时前来？快请至花厅说话。是。相爷请。相爷，请坐。相爷营夜来访，可是有何急事？包大人，该着急的应该是你吧？你怎么反倒像没事人一般呢？相爷此话怎讲？皇上下旨要你去陈州督镇，你怎么竟然把安乐侯庞玉给铡了呢？那庞玉克扣政粮，私吞朕银，更假借赈灾之名，广征民工，营造私宰，强裸民女，成其私欲。数十万灾民非但未蒙朝廷恤灾之力，反遭欺压荼毒之害。包拯既然奉旨督政，若不杀他，岂非有亏职守，愧对皇上？老夫早该知道，当初皇上让包大人前去陈州督镇，那就注定了会要庞玉的性命。相爷，莫非相爷认为包拯处置失当，或是皇上指责包拯所为不该？不是，那倒不是，只是你好歹先禀奏过皇上，再办庞玉也不迟嘛。时势所逼，情非得已。若不当机立断将他处死，非但民愤难消，民怨难平，一旦饥民被逼，沦为盗贼，灾民被迫结为暴民，一场浩劫于焉而生。届时朝廷威信荡然无存，又岂是皇上所乐见？老夫也知道包大人言之有理，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，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，这父子连心，姐弟情深，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。若是如此，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，或可为皇上分忧。不，千万不可！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，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。皇上已经下旨，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，为那庞玉料理后事，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，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。可是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。是，包拯遵旨便是。还有，
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，皇上势必要追问，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要预做准备。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，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，否则此事，恐怕是难以善了啊！多谢相爷提醒。还有一件事，相爷，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麻烦呐。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。哦，相爷请讲。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。相爷何以得知？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，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，从未进京。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，反倒轰动了京城啊！相爷取笑了，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。哦，失散多年，得以重聚，倒也难得呀。相爷，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，大人将她带回京城，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。哦，那能治得好吗？学生尽力一试。好，既是包大人的亲眷，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。老夫那位夫人呐，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。是，多谢相爷抬爱，包拯日后定当安排。好，皇上交代的话，老夫都带到了。老夫想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。包大人连日奔波，想必累了，老夫不多打扰，就此告辞。包拯恭送相爷。不，你知道，老夫最怕麻烦人了。是，包拯遵命，相爷好走。想不到，老夫人进府的事居然传了出去。不碍事，公孙先生应对得体，应该不会弃人以斗啊。展护卫尚未回来，明日大人面圣之时，打算如何向皇上禀奏啊？实话实说。展护卫有把握把玉佩追回？回皇上，臣确信展护卫必能不负所托。那夜闯进宫盗佩流书的究竟是什么人？据展护卫之称，此人来自江湖，人称锦毛鼠白玉堂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玉猫称号，心生不服，故而入宫盗宝，意在逼展护卫出面，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。朕自诩无愧对于臣民百姓，倒也无惧。倘若惊吓到太后，岂非陷朕于不孝？你执掌开封，却让人闯入进宫，朕要听听你怎么说。回皇上，那白玉堂武艺超群，宫中卫士恐怕皆非其敌手，遭他闯入，是因力有未逮。然而包拯也难脱失职之嫌，请皇上下旨降罪，臣绝无怨言。皇上，案发之时，包大人与展护卫均不在京师，所谓鞭长莫及，还请皇上不罪免罚。行了，这点道理朕岂会不明白？只是那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是因为朕封展昭御猫之故，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？臣惶恐，臣绝无此意，请皇上慎查。朕不是怪罪于你，只是不满那白玉堂。
好了，一旦将他擒获，立刻把他带进宫来。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，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。臣遵旨。对了，府上那位亲眷眼疾治得如何了？包大人休怪老夫，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，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。皇上问起，老夫怎能不说？相爷，哎，的确不能怪王丞相，是朕主动提问的。皇上日理万机，操劳国事，包拯不敢因私务而惊动皇上。这就是包青的不对。你乃是朕的肱骨之臣，朕表示关心，难道不对吗？臣不敢。包大人，皇上是以仁孝治国，既然尊长有疾，子侄焉能不忧啊？包大人公务繁重，若是再为家务所累，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？这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。行了，朕知道你一向公而忘私，既然朕已开口询问，难道包青就不打算回话吗？臣不敢。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诊治，请皇上万勿挂心。好，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想必能够治愈。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，包青尽管开口。谢皇上隆恩。照方抓药，细火慢煎，每日3副，饭后服用。是。公孙先生。老夫人，老身这对眼睛，你真的能治好吗？回老夫人，学生自信有8、9分的把握。若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了。学生不敢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。研医治病，当遵医嘱，此乃天经地义之事，请公孙先生明讲。是。老夫人的眼疾，非一朝一夕所致，实乃因思念亲人，过度忧伤。如今学生施以金针过血之术，再佐以明目活血之药，只要安心调养，当可痊愈。不过在此期间，千万不可焦虑激动，否则恐会前功尽弃。这一点，尚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。好，公孙先生的嘱咐，老身会牢记在心。多谢老夫人。公孙先生所言是真，亦或是只为了安抚老夫人？大人，两者皆有。学生担心大人追查此案之时，老夫人会饱受刺激，一旦过于激动，非但对病情不利，甚至有碍于大人查案，故而先期诱导，防患于未然。公孙先生果然顾虑周到。大人谬赞，但不知大人打算由何处查起？南清宫八王爷府。包大人若再不回来，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。果儿陈州事了，包拯就立刻赶回京了。哦，哼，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！不该，不该呀！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？哎，贼人夜闯进宫，盗配流书，惊扰圣驾。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？的确难逃王爷法眼，
正是为此。追查的如何了？展护卫已前往追击，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。那就好。若是追不回玉佩，皇上势必耿耿于怀，睡不安枕了。圣驾遭到惊扰，皇上心中不悦，包拯犹能理解。为了一方玉佩，让皇上耿耿于怀，却让包拯不解。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。包拯愿闻其详。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。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，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。如此说来，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。不，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。但不知是哪位娘娘？是……往事已矣，人事全非，不提也罢。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啊？皇上7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，进宫之日偶遇这位皇娘，二人一见投缘，便以此佩相赠。自此，皇上终日随身佩戴，从不离身。此佩被盗，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。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，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。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，而以仁孝2字相勉，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。难怪皇上对这玉佩如此在意。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？20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。下棋，下棋，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。是。展大人回来了。大人可在府中？大人去了8王爷府。公孙先生，公孙先生还在府中。展护卫辛苦了，可曾追回玉佩？信不辱命。太好了，如此一来，大人可以向皇上交代了。学生立刻通知大人。且慢，展昭有一事要和公孙先生商议。展护卫，请说。玉佩虽然追回，詹某却没有将白玉堂带回来。在大人回府之前，还请公孙先生帮忙想个对策。禀王爷，包大人侍卫求见。
让他进来。是。惊扰王爷与大人下棋，请王爷恕罪。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马汉，何事如此匆忙？回大人，展护卫回府了。王爷，展护卫回来了，想必是有结果了。包大人就回府看看吧。只是此局未了。哎，包大人总是先公后私的，这下棋是私事，包大人就请便吧。打搅了王爷的棋性了。嗨，棋日后可以再下，公事可不能不先办。包大人就别在意了。多谢王爷体恤，请。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。展护卫此行可还顺利？回大人，献空岛吴蜀不愧是侠义中人，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，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，并未多生枝节。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旨在展昭，目的既已达到，自然不再刁难。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？仍在献空岛。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？大人，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。展护卫此行可还顺利？回大人，献空岛吴蜀不愧是侠义中人，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，但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将玉佩归还，并未多生枝节。主动归还？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旨在展昭，目的既已达到，自然不再刁难。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？仍在献空岛。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？大人，白玉堂素无恶行，入宫盗宝也仅是一时冲动，故而属下并未将他带回。然而他夜闯进宫，惊扰圣驾，盗佩流书，行径嚣张。无论是否一时冲动，违法犯纪，却是事实。大人，那白玉堂来自江湖，江湖中人原本就没有法治观念。公孙先生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民。江湖中人又如何？难道江湖中人便能目无王法，恣意妄为？这展护卫，本府知道你也来自江湖，然而却随本府成为执法之人。倘若江湖人便可不遵王法，展护卫又将如何执法，如何服人？大人，展护卫追回玉佩，有功在先，纵放轻犯，却有过于后。依法论法，
你难逃失职之嫌。属下明白。大人一向知法守法，执法护法，然而展昭遵从的却是江湖道义与人之常情。倘若因而触法，愿承担失职之罪，任凭大人惩处。大人，白玉堂虽然误触法网，却并没恶意，主动归还玉佩，更足见其以蒙悔意。即便是依法纠办，也该有情节轻重之分，蓄意与否之别，还请大人明鉴。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，本府何尝不知？只是那白玉堂违法事实，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。至于判罚是轻是重，却并非本府所能左右啊。白玉堂所作所为，已然惊动圣驾。皇上震怒之余，下旨要亲自见他。倘若不能将白玉堂缉捕到案，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？一旦白玉堂到案，圣意如何，那就更非我等所能预见。此案恐怕并不好办。大人何不先入宫还佩，然后视皇上动静再做决断？如今也只得如此了。不过还有一事，较此事更为重要，必须先让展护卫了解内情，日后才可以协助本府一并查案。莫非属下前往陷空岛之时，还有重大案件发生？不错，而且此案势必远远超过展护卫所能预测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将老夫人之事原原本本说于展护卫知晓。是。本府先去厢房，请老夫人验证这方玉佩。是他，是他，错不了。20年了，哀家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块玉佩还能出现在面前。娘娘目不能视，何以如此肯定？自从哀家被打入冷宫，日夜盼望先皇能够来看看哀家，听听哀家诉苦。可是先皇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冷宫孤寂，这块玉佩变成了哀家的唯一寄托，于是终日把玩于手掌之中，根本无需观看便能认得出来。当年娘娘怎会舍得将玉佩转赠于初封太子的皇上呢？一则哀家对皇上的期盼已成了绝望，二则对皇儿一见如故，虽不知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哀家将思子之情
完全倾注于他的身上，所以哀家才将这块玉佩转赠于他。娘娘当时恐怕对先皇已无恨意，否则也不会仁孝二字期许皇上啊。宝卿，你如何得知当年哀家对皇儿所说的言语啊？回娘娘，皇上自登基以来，始至以仁孝二字治国。再者，八王爷也已向包拯提过此事。八贤王已知，哀家还在世上。不，八王爷不知道。包拯以为时机尚未成熟，故而未向王爷禀报，还请娘娘勿怪。既然哀家将此事全部交给包拯处理，一切就听你的安排。只是何时才是时机成熟呢？皇上对娘娘所赠玉佩珍如至宝，包拯想借机试探圣意如何。同时，陈琳陈公公也已告劳退隐，必须查明他如今的居处。唯有待陈琳来到，查明所有相关细节之后，方可谓时机成熟。届时，包拯定会想出办法，让娘娘的冤屈一并平反。哀家一切就听包卿安排。谢娘娘，还请娘娘赐还玉佩，包拯也好进宫复旨。真没想到，他会将这块玉佩一直珍惜爱着。宝卿说的对，皇儿一定是位仁德的好皇帝。玉佩追回，请皇上御来。不错，正是此佩。包卿，平身。谢皇上。恭喜皇上，玉佩失而复得。是展护卫追回来的？是。展护卫安在？为何不随包卿一起入宫呢？回皇上，展护卫自承有罪，待皇上宣召，方敢入宫。展护卫何罪之有啊？追回玉佩乃大功一件，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啊！白玉堂入宫盗宝，惊扰圣驾，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。展护卫自责，因虚名而让皇上增烦添忧。那也不能怪展护卫啊，该追究的是那目无王法的白玉堂。白玉堂自知有错，故而主动归还玉佩。主动归还？是。展护卫顾及江湖道义，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白玉堂进宫盗宝，惊扰了朕，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，就不予计较。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，岂不失职？展护卫自承有罪，指的正是失职之罪。不行，展护卫认罪也好，不认罪也罢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，还是要依法拘捕。臣遵旨。至于展护卫，皇上，展护卫追佩有功，赶请皇上恕其失职之罪。
是啊，若不是展护卫独闯贼窟，这方玉佩恐怕永远追不回来了。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，朕自会加以奖赏。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，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。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。我不会去抓他。可是你若不抓，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只有听凭皇上了。展护卫，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，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。本府明白。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？本府尚无对策。可是展护卫，老夫人一案，展护卫可都明白了。公孙先生已对属下说了，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不错，的确很难让人置信。此案才是当务之急，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，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。糟了！这下可麻烦了。二弟呀，什么事你慢慢说。老五他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他留了封书信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四位兄长如晤，弟夜闯进宫，盗宝流书，原为与展昭斗气。岂知展昭胸襟气度，无不令弟折服。玉佩虽已归还，却仍有未了之事。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，非但展昭难以交差，包大人也必受牵连。一错不能再错，决意前往开封府投案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此去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，均与四位兄长无关。切勿以弟之生死为念，玉堂百败。不妙啊！五弟去开封府投案了。五弟是不是疯了？如果包大人真定他的罪，他非死不可。是啊，大哥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大哥，我们把他追回来。不，五弟的脾气大家都知道。他既然决定去开封府投案，就算是追上他，他也不会回头。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啊！三弟，平时你最为冷静，你说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他存心去死，我们就随他去。老三，你这说什么话呀你？是啊，三哥，我们是磕过头的结拜兄弟，说什么也不能不管呀。三弟啊，你这个说法谁都不能接受，这也不像是平日的作风啊。大哥，按我平日作风，我会怎么办？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啊！我现在正是此意。对，三弟说的对，
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武帝犯了错，也就是我兄弟的错。武帝如果被处死，我们也一起死。好，老三，我们一起啊，陪老五去开封府自首。老四，你怎么说？能不死，当然最好不过。啊？不过要是非死不可，那就死吧，反正一起作伴。本府今日在宫中，已查得陈琳陈公公的退隐之处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明日寻个名目，让张龙、赵虎出京，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。要想查明当年情形，非他不可。是，学生会做安排。大人，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？太妃娘娘的安全，还是要劳展护卫负责。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，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。属下明白。在陈琳回京之前，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。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，对日后也方便许多。大人，拘捕白玉堂归案之事，若是皇上下旨催办，大人打算如何应对呢？暂且顾不得了。娘娘进京之事，连皇上都有耳闻，只怕会夜长梦多啊。时辰已晚，母后想必累了吧？其实哀家并不累，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，多说几句也没关系。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，失而复得总是令人高兴的嘛。哦，皇上什么东西丢了？是一块玉佩。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，一块玉佩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？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！朕从小一直佩戴，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。可是八贤王或是狄娘娘所赠？不，是20年前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。谁呀？当时朕刚进宫，并不知道她是谁，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这成了朕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呀。皇上，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，这20多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，奴婢一定认得。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拿给哀家看看吗？或许能够解开这20年之谜。怎么，连哀家都不能看吗？不，当然能。母后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才说不累，怎么一会儿就倦了？真是岁月不饶人呢。母后既然倦了，就早些安歇吧。也好，哀家就不留皇上了。儿臣告退。奴婢恭送皇上。娘娘，
娘娘，是的，皇上见过他。娘娘说的是李妃。娘娘这怎么知道的？那块玉佩是先皇最珍爱之物，一直佩戴在先皇身上，后来却送给了他。没想到皇上当年见过他。娘娘，那李妃已经死了20多年了，就算皇上见过她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娘娘，不必为此烦恼。不，你不会明白的。当年的事，我一直不愿意回想。可如今，却不知怎的，隐有不祥之感。这冷宫已经有20多年没打开了。当年是哀家下旨封宫的，当然没有再开启过。娘娘，当年冷宫那场大火，他烧死了总管秦凤。这尸骸虽然运出去了，可是一直也没有打扫，没有清理过。娘娘，您真的要进去啊？可是这把锁它已经锈死了，奴婢只能把它敲开。那就敲吧。去。是。你们都留在宫外。是。文怀，奴婢在。你陪哀家进去。是。当年李妃就一直住在这儿？是，整整7年没出宫门一步。这种日子的确不如死了的好。娘娘，先皇赐他自尽后，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。是，奴婢奉旨亲自前来验明正身。郭总管，请看。
郭总管，可要看清楚了，皇上下旨要你来验明正身，出了差错，可不干我的事啊！错不了，快盖上吧。郭公公，秦风，你干什么去了你？啊！皇上降旨让李贵妃归天，你这冷宫总管怎么能不在啊？回公公，冷宫一个小太监于中染了疾病，眼看就不行了。我派人呢，赶快把他送出宫去，要死也得让他死在宫外边，免得给后宫沾染了晦气。请公公原谅卑职失职之罪。那也得把这正事处理完再办呐。行了，咱们3个都是奴才，都是替主子办事的，谁也别说谁。郭公公是后宫总管，教训是应该的。好吧，你愿意挨训，那就怪不得别人了。陈公公是首领太监，皇上身边的人，当然不知道后宫难带呀。咱家要是不在这儿盯着紧点儿，怎么向太后娘娘交代呀？好好好，你后宫的事我不管就是了。秦风，李娘娘已经归天，明天清晨会有人来为她清洗换装，运出宫去安葬。从现在开始起，你在这儿给我盯着紧点，出了问题，咱家拿你试问。是。郭总管，能出什么问题呀？难道郭总管还怕李娘娘站起身来跑出宫去不成？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陈公公不是说不管了吗？怎么，现在又有意见啦？好，后宫你说了算，我就不管了，我得向皇上交旨。咱家陪你一块儿去交旨。谁知道当天夜里，冷宫就失了火。是，奴婢猜想，一定是秦凤守夜睡着了，碰到了烛火，才引起了大火。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，火场里有2具焦尸，一具是秦凤，一具就是李妃。郭槐，你可知道当年哀家为什么要把这冷宫封起来吗？这奴婢不知道，奴婢也一直不敢问。哀家想，只要封住冷宫，就能把李妃的魂魄封在这儿，她永远出不去，也永远不会找我报仇。她在这里住了7年，如果换成我呢，恐怕挨不了那么久吧。谁？娘娘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这门一直锁着呢，不会有什么东西的啊。有，我听到了什么声音？娘娘，没吓着您吗？快回宫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母后，好些了吧？皇上不去早朝，到这儿来做什么呀？
听说母后病了，朕当然要来看看。没事，不过是受了点风寒，御医已经看过，开过了药方，没事的。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。难得皇上一片孝心，哀家会多注意的。你去忙吧。是，儿臣告退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怎么能让太后受了风寒？奴婢该死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听说昨天夜里你陪着太后去了冷宫。太后去冷宫干什么？回皇上，太后只要去，奴婢不敢阻拦呐。冷宫尘封了20年，除了烧焦的破瓦残壁，什么也没有。太后为何要在深更半夜去冷宫呢？回皇上，太后是去凭吊吸入宫中的姐妹。20年前，朕还误闯过冷宫，之后没多久，冷宫就失火了。难道太后去凭吊的是住在冷宫的嫔妃？是。莫非是朕遇见过的那一位？郭淮，奴婢在。冷宫里住着什么人？怎么？难道连朕都不能知道吗？不，奴婢不敢。当时住的是玉成宫被打入冷宫的李娘娘。李娘娘，失火之时，她可曾在宫中？在。回皇上，当时李娘娘就是被烧死在冷宫中。太后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，昨天是她的忌日，所以才去凭吊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朕一直没有再见过那位李娘娘。太后如此念旧，倒是让朕颇觉意外。只是这么多年来，为什么不把冷宫修缮重整呢？回皇上，太后娘娘为了缅怀故人，故此下旨维持旧貌，并且深锁宫门，不许任何人进入。太后虽然顾念旧情，可都井私人却徒增感伤。也许太后的病正是因此而起。郭淮，传朕口谕，即日起重修冷宫。皇上。等建好之后，就不把它当作冷宫之用。朕的后宫绝不要这样惨无人道的地方。奴婢遵旨。大人，张龙、赵虎已出发去接陈琳、陈总管，学生也已向王马、张赵4位说明太妃娘娘的身份，并特意叮嘱4人，绝不得对外泄露半句。的确不能露出半点风声。可陈琳居住的地方离京数百里，一去一回，恐怕要不少时日啊。尤其是陈总管年事已高，受不得旅途劳顿，回程应该会慢一些。依公孙先生估计，陈琳何日可到？由今日算起，少说要6、7日。哦，太妃娘娘的身份或许可隐瞒一时，但时间一长总是不妥。不错，看来本府要早些进行八王爷那边才是啊。启禀大人，府外有人求见展大人。是什么人？锦毛鼠白玉堂。
白兄怎么会来到开封？寻詹某何事？白玉堂来找的不是你，那白兄要找的是包大人。找包大人有事吗？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。草民白玉堂叩见包大人。你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？白玉堂私闯进宫，盗走玉佩，请包大人依法治罪。大人，白玉堂主动奉还玉佩，还请大人明鉴。展昭，你不必替我说好话。玉佩虽已交还，刑责还是要追究，否则包大人也难向皇上交代。本府如何向皇上交代，不劳你操心。且让本府先来问你，你可知道，进宫盗佩，惊扰圣驾，依法论罪，乃是杀头之罪。白玉堂既然敢前来投案，就不怕杀头。好气度！然而你明知必死，为何还要前来？大人，我不来投案，大人也会发出海捕公文，新闻天下，抓我归案，不知是也不是？不错，本府职责所在，理当如此。然而，以天下之大，江湖之广，你若是藏匿不出，要想抓你，也未必能够如愿。你又为何要前来自投罗网？好汉做事好汉当，白玉堂不想连累他人。你是不希望连累陷空岛的结义兄弟，亦或是为了展护卫，甚至是为了本府？包大人，白玉堂既然已经前来投案，又何必追问其他？请包大人立刻将我收押定罪。不，詹某答应过卢庄主，绝不会将你逮捕归案。倘若因此受到包大人责罚，甚至遭到皇上降罪，詹某也会一肩承担。展昭，我白玉堂一生心高气傲，绝不肯受人点滴恩惠。盗佩流书向你挑衅，是出于一时冲动；奉还玉佩是敬重你的侠风义骨。至于前来投案，则是我自知有罪，心甘情愿与任何人无涉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本府自有定论。是。白玉堂，你盗佩流书，还佩投案的来龙去脉，本府已然明了。然而，要如何处置于你，待本府斟酌之后，自会有所决定。在此之前，你必须留在府中，不得擅离，随时听候本府传唤。草民遵命。大人，那白玉堂的身份是？无需关押，也不必监管。他若有逃脱之意，又岂会前来投案？白玉堂，本府所言是也不是？包大人明鉴。王朝马汉在，给白玉堂安排住所，要好生对待。是。谢包大人。大人打算如何处断？
那白玉堂虽然行事乖张，却不失侠义之心，不能以一般罪犯视之。本府立刻进宫面圣，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。谢大人。展护卫不必急着谢本府，本府只能尽力而为，只怕皇上未必同意呀。不行，那白玉堂夜闯进宫，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。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？回皇上，白玉堂原本是针对展护卫，绝非存心对皇上不敬啊。他和展昭怄气，就能闯进朕的禁宫，而且还盗走了朕最珍贵之物。玉佩也已由白玉堂主动奉还，而且丝毫无损。那又如何？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，皇上可否开恩特赦？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，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？皇上，国法不外人情，以情度法，以法治国，方是国法之真意。臣恳请皇上法外开恩。暴政，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脱？你一向执法守法，难道要因为一个白玉堂而改变不成？